钢笔工具哦，钢笔工具，我需要各位帮我打开一个讲义，然后这个讲义在各位的那个简报里面有一张图，这张图叫做路径黑板的讲义，这张图请各位待会帮我把它打开，然后我们会搭配我们的讲义一起使用。之后，各位我们在钢笔的工具在我们的这里，那钢笔工具我们把它压久一点，然后把这个地方打开来。这是钢笔哦，增加锚点、删除锚点、转换那个锚点工具，这是转换锚点工具。然后它会搭配的另外一个选择，其实是在上面的这个白色箭头或黑色箭头。这是我们在使用钢笔的时候会使用到的一些东西。那个，这把它删掉。这边钢笔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，然后我们可以使用钢笔工具。那这边所画的这个五边形其实是这个游标。那这个游标的这个钢笔其实是往左边的一个那个像钢笔的一个形状，所以这个地方的形状我们就把它画成一个五边形。那在使用这个钢笔工具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只要认识这一大堆游标，你大概就可以执行了。所以我们把滑鼠停留在这里的时候，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要画直线的话是用点的，然后这时候会拉出一条线，然后再点。那你在画图的过程中，会看到你的钢笔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附属的那个符号，它就是一支纯粹的钢笔。所以你看到纯粹钢笔的时候，它就在绘制中。所以当我们最后回到原点的时候，会看到一个圈圈在旁边，这个圈圈代表 close， 就是结束的意思。所以我们把这边点一下，就会看到它结束，就变成一个封闭的路径。那这时候我们的钢笔又变成一个心形，那这个心形就是新增路径的意思，新增一条路径线的意思。那我们如果要在这个线条的中间去增加锚点的话，就可以按这里有一个增加锚点工具，把钢笔移到这个线的地方，点一下就会增加一个锚点。那如果不要这个锚点的时候，就可以按一下这个钢笔减，就是删除锚点。你的钢笔旁边多一个减号，这时候移到锚点的地方点一下，它就没有了。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很基础的一个钢笔的一个形状。那我们在画这个钢笔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在画这个路径的时候，我们注意到这个地方哦，有一个这里这个图的这个形状哦，这是因为在写黑板的时候要写滑鼠两个字非常的困难，所以我们就画了一个图，这个图就叫做滑鼠，然后按了一个这边打了一个勾勾在这里，代表说按滑鼠左键的意思。这边写一个一，代表按滑鼠左键以下的意思。那所以这个地方就是，那这是按滑鼠左键以下，这是按滑鼠左键拖曳，这个是你某一个地方拖曳。那所以我们按滑鼠左键拖曳往右上角拖曳，按滑鼠左键拖曳往右下角拖曳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如果要看那个路径绘制的一个状况的话，我们可以选择钢笔，然后在画面中某处停留，按滑鼠左键标放往右上角拖曳，那你就会带出一条线，这个线叫做路径。那这个东西叫把手，这个东西叫做锚点。那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拖曳往右下角拖曳，那这个时候就会看到一条线就可以画出来了。那我们再到它的底下拖曳，然后再回到原点，然后再拖曳，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带出一个像鹅卵石一样的东西。那你的钢笔因为已经回到原点，所以就结束了。这时候它又会跑回来，然后变成一个最原始的一个新增钢笔的一个东西。那我们的这个路径，这个东西叫路径，那这个东西叫把手，这个东西叫做锚点。所以如果我们用点的，就会画出线；那如果我们用拖曳的，就会画出路径。那这个地方哦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游标啊，有一个黑色箭头跟白色箭头在上面。黑色箭头叫做路径的选取工具，所以如果我们点黑色箭头，可以直接带着这个路径物件走。那如果我们在拖曳的过程中按下 Alt， 就是复制的意思。那这个直线，这个白色的箭头就是选路径锚点与把手，这个白色的箭头。所以如果我们选了白色箭头，在这个点物件的地方，路径点一下，就可以选到这个路径。选路径可以做什么事？我们可以拖曳这个路径移动。那你这个路径在移动的时候，就会牵连到旁边的这两个把手。所以我们的直接选取工具也可以选把手，就可以去改变
它的线条，这是一个向量的东西。所以直接选取工具是选路径、跟把手、跟锚点。所以我们可以点这个锚点，选到的锚点是一个像实心的一个四方形，没有选到的锚点是空心的。那这个锚点选到之后，你可以拖移这个锚点的移动。那如果我们要选2个锚点的话，你选了这个之后按 Shift 键，然后再选第2个锚点，这2个锚点一起选起来，这时候它们带着会一起移动。那要取消选择按 Shift 再点锚点就可以取消了，或者你点旁边其他地方就可以取消。所以黑色的箭头就是它，这个东西会直接选一整个物件，会选一整个物件哦。所以搬移啊等等啊，这个东西都是一起移动。那白色箭头就是它，那这个时候会选择的是路径、锚点与把手。那我们的这个地方的滑鼠的形状，在绘制的时候是心形，然后绘制中是没有东西，然后结束回到原点会看到圈圈。那这个时候是用这个就可以点到我们的路径上增加锚点。所以如果我想要增加一个锚点，这时候点到这边会增加锚点。增加锚点，我们就可以用直接选取工具去再改变它的形状。所以每一个弯弯的地方都会有一个锚点，每一个转弯的地方都会有一个锚点。走到这里，再来我们就往底下看，这个跟钢笔有关的东西，在钢笔工具里面，除了这个，还有它，这叫做锚点工具。锚点工具在以前的名字叫做转换锚点工具，就是转换锚点工具。那我们点了这个东西之后，这东西负责改变锚点所处的这个地方的转角。如果我们今天用转换锚点工具，在锚点这个四方形代表锚点的意思。我们用转换锚点工具在锚点地方按滑鼠左键，它会变尖角。这里点。那尖角的时候没有把手，那我们用滑鼠在把手的地方，在锚点地方拖移，就会变平滑角。平滑角是把手乘180度，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拖移，那这个时候你的把手会呈现180度，它就是平滑角。那如果我们今天在把手这个地方是把手的意思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拖移，就会让把手不等于180度，我们称它叫转折角。所以在把手地方拖移，它就会变成一个转折角。所以如果我们在锚点地方点一下，就变尖角；拖移锚点变平滑角；拖移把手变成转折角。所以转换锚点工具的3个不一样的那个角的一个转换。那但是我们在钢笔工具在拖移的时候，正在拖移的时候，那我们在拖移的时候，如果这时候我们按 ALT， 你的钢笔就会变成转换锚点工具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去点这个开放式路径的锚点的时候，它的另外一半的把手会被收走，就是不见。那不见之后，这个地方前面还有，后面没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去点左键，会跟这个直线工具变成一样。那最后点回这边再点一下，那就会变成1/4圆的感觉。所以我们在使用钢笔的时候，你按 ALT， 它会切换到转换锚点工具。所以我们如果在用钢笔的时候，我们在用钢笔拖移的时候，本来它应该是弧，但是按 ALT 就会变转换锚点工具，在这边点，那它就会变成收掉尾巴这一段，然后这时候你如果再点的时候就会变成直线。但是如果你点的位置不妥，你想要改变它的时候，我们会需要用什么？直接选取工具，因为直接选取工具可以选锚点、跟把手、跟路径。这时候我们可以按 Ctrl 键，在钢笔工具的情况下按 Ctrl， 它会变成直接选取工具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调整这个锚点。那也可以用 Ctrl 去点这个锚点，然后去调整这个把手。我还在画哦，因为当我松手的时候又回到了钢笔，然后最后再回到原点点一下，就可以画出一个形状。所以你正在用钢笔的时候按 Ctrl 就会切换到直接选取工具，正在用钢笔的时候按 ALT 就会切换到转换锚点工具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，一个钢笔本身其实它除了它自己的工具之外，它也可以代表它，也可以代表它。那我们在用钢笔的时候，那我们其实可以把滑鼠然后靠近这个锚点的地方，
你的钢笔也会出现增加锚点工具，所以这时候我们点它就会增加一个锚点。我们正在用钢笔的时候，靠近锚点，然后这个时候它就会变成删除锚点工具，那我们可以把它点一下，这时候锚点就会被删掉。所以这支钢笔为什么这么重要，就是因为它可以代表自己跟它还有它，所以它可以代表5个按钮，所以我们就会说钢笔工具在 Illustrator 在使用的过程中，它会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这里。好，那不要的时候用选取工具，然后拖曳，然后松手按 Delete， 那所有的物件都会不见。各位，这里你要练习钢笔哦，其实就这张讲义哦的这些游标你全部都认识，基本上这个钢笔就没什么大问题了。那这个钢笔正在画的过程中，你在拖曳 and 这个地方在拖曳 and 这个地方在拖曳，基本上这是叫做开放式路径。开放式路径你画的过程中想要中断它，按 Escape 就中断掉了。那因为钢笔的快速键叫做 P， 所以我们在绘制的过程中，你要中断它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再按一个 P。那按 P 的时候，它会重新起始一个新的路径，这样也可以把它中断掉。那我们用黑色箭头在旁边点一下，可以放弃所有的选择。基本上这是2条开放式路径。如果我们想要把它接起来的话，那是不是要从这个锚点到这个锚点要衔接？所以我们选择钢笔工具，沿着这个地方靠近它。这时候你会看到你的游标变成一个斜线，斜线叫做从哪里。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地方点一下之后，把滑鼠移到了另外一个锚点，你会看到它有一个锚点旁边多一根线，那这个地方就是到哪里。所以从哪里到哪里点一下，它就接上了。那这个地方我们到这边也是一样哦，它会看到一个斜线从哪里，但是到这里的时候它已经变成最后一个点，所以就会变成封闭式路径，所以到哪里这样就结束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在你衔接一个路径线的时候，你可以用这种方法。那你一个封闭式路径怎样变成开放式路径呢？用白色箭头点旁边，然后重新选这个路径，因为我们知道说白色箭头可以选择路径锚点与把手，所以我们可以选到这条路径，按 Delete 它就没了。那没了之后，你不要按第2次哦，因为这个时候你所有的锚点都是被选择，所以如果你按第2次 Delete， 这整个就没了。你要先点旁边，然后呢再选这个直线，然后再 Delete， 然后它就没了。好，所以你要把封闭式路径，然后变成把开放式路径变封闭式路径，用钢笔就可以接。另外一个接的方法，在物件的路径底下有一个东西叫合并，合并叫 Ctrl+J，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2个锚点选起来，按 Ctrl+J， 那其实它就接上了。把这2个锚点选起来，按 Ctrl+J， 它也可以接上。用这种方式也是可以接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开放式路径变成封闭式路径的2种方法。那这个地方看到了另外剩下的这2个游标的一个使用的过程，重要的。